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这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今天 Baby 会加入我们的影片，一起跟大家讨论有关于减缓焦虑症的一些生活妙方哦。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之前呢，因为很多人看了我们焦虑症相关的一些影片，发现大家对这样子的议题很有兴趣。那了解自己有焦虑的症状，那我们如何透过生活上的一些小妙方来减缓我们的焦虑呢？有一些方式，我想很多人其实是没有提到的，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哦。第一个呢，就是减少加工食品。我们其实都知道呢，健康饮食对我们身体是很有帮助的，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哦。那通常我们的观念可能就想说，健康饮食就是控制饮食啦，控制体重啦，这样我们就会有健康的身体或者是健康的心脏。那跟焦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直接的联想，但是呢，其实目前市面上有各种不同的饮食，例如说纯素啦，又或者是地中海饮食啦，或者是低糖饮食啦，等等之类，其实都对身体很好。不管你是选择哪一种的饮食呢，其实这一些饮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减少加工食品。因为加工食品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发炎的现象，也就是 inflammatory， 那因此而会让我们的焦虑更加的严重。所以呢，减少加工食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减少高度加工食品的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减少那些袋装啦，或者是盒装的食物。通常例如说像洋芋片啦、饼干啊，这些已经是包装好的东西呢，通常它们都是高度加工的食品。那当然这当中也含有防腐剂，也是一种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发炎症状的一些化学剂量。那如果我们能够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取的话呢，那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减少摄取人工糖。目前市面上很多好吃的东西呢，其实都是有添加人工添加糖的，例如说像饮料啦，或者是番茄酱啦、烤肉酱啦、沙拉酱等等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有含高果糖或者是玉米糖浆，而这一些呢，其实都会让我们的焦虑提升。人工添加糖，因为我们已经很期待要吃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很习惯了要吃这样子一个甜味。当你试着把这样子的一个甜味移开，试着不去吃它，过一段时间你再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工味非常的强。其实这对我们身体是很容易发炎，也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部分。所以减少加工食品和减少人工添加糖。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小技巧就是呢，缩短我们进食的时间。我想很多人应该有听过所谓的 intermittent fasting。所谓的 fasting 就是禁食，通常我们比较建议的呢，就是16跟8，也就是把一天进食的时间缩为8个小时，剩下的16个小时呢是不吃东西的。以前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所谓的间接性进食啊，或者是进食就是一直在饿肚子，但是其实呢，间接性进食它的用意是让我们身体自主再生的这个时间能够加长和延长。当我们身体要消化食物其实是需要时间的，至少要4到6个小时。所以当你不断的进食，你的身体就会必须要不断的去消化这些食物，那它就没有时间好好的休息，然后好好的修复。所以呢，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其实可以增加我们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时间，还有帮助我们身体可以修复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在延长我们进食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呢，它会增加我们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素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而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参与神经细胞的生长的一个化学物质，
那个化学物质呢，就是 nerve cell growth， 它称为神经发生，也就是 neurogenesis。那我们想要生长跟修复我们受损的一个神经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延长我们大脑跟身体在修复的时间。所以就是因此呢，如果我们能够减少我们的进食的时间，让身体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修复的时候呢，其实这样就会增加我们的自主神经的修复，同时间就会减缓我们的焦虑哦。那必须要跟大家提醒一个部分，当你进食任何有卡路里的东西，你的大脑就会觉得它是需要去消化这个食物的。包括如果你在晚上的时候喝一杯柳橙汁，因为它是有卡路里的，你的身体还是必须要去消耗这一些卡路里。所以呢，如果你在晚上肚子饿的时候呢，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喝茶，所谓的花草茶，而不是像绿茶、红茶这些有咖啡因的，因为可能会刺激而导致睡眠不好。那如果能够喝花草茶，像洋甘菊茶，其实都会能够帮助我们放松，也能够帮助我们睡眠哦。第三个呢，有效减缓我们焦虑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练习正念。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所谓 mindfulness， 那其实呢，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把我们的关注放在当下，此时此刻，而不带有任何的批判。例如说呢，你可以用非常非常的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注意到你怎么样呼吸，你的身体是如何透过呼吸而移动的，又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呼吸方式，而不去批判自己。当我们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此时此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所谓的担心未来的一些事情呢有所切割，我们就比较不会这么多的担心。而当然这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思绪跑掉了，那就练习的把思绪拉回来，重新专注在自己的呼吸里头。那这样子的一个练习方式呢，也对于我们减缓焦虑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当你不断的去控制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陷入一种无限循环，不断的在焦虑，不断的在思考，不断的在担心的那个无限循环当中。所以练习正念是我们减缓焦虑有效的一个生活妙方哦。那另外一种练习正念的方式呢，就是透过你的感官来去欣赏你此时此刻生活周围的一切，包括例如说你的触觉，你现在衣服在你身上的是什么样的感觉，你的头发碰到你的脸庞，或者是你的身体坐在椅子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又或者是你的听觉，你听到了什么？又或者是你的视觉，你注意到你周遭有哪些东西是你平常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呢？或者是你的嗅觉，你现在闻到了些什么？当我们透过我们的感官来去注意到此时此刻的时候，也是我们能够减缓焦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哦。最后一个呢，就是深度的触觉。所谓的深度的触觉呢，例如说像深层的按摩，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肉放松，这些都是非常有疗愈效果的。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例如说像婴儿，他们可能非常焦躁不安的时候，你如果把他用那个婴儿的被裹把他裹起来，紧紧的抱起来，他们可能就变成就没有办法动。我们会以为这样其实会让他们很不舒服，可是其实不会，那会让宝宝慢慢的安定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会让我们身体有一种觉得好像回到子宫的感觉，然后就是一种回到那样子的一个被包围的一种感觉，反而会提供一种非常强烈的安全感。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回到妈妈的子宫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人为的一个方式来去创造那种被包围的安全感。我们可以透过例如说像加重被，所谓加重被呢，就是 weighted blanket。 那他们呢，我们理想的是使用大约自己体重的10%的毯子。那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毯子，在睡眠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盖加重毯，又或者是在看电视啊、看书啊，可以把加重毯放在自己的身上。当然也有比较小一点的可以放在腿上，这些呢都会帮助我们的身体有一种深层的放松的一个效果。
另外呢，我们在很多临床研究上面也有发现呢，所谓的加重毯啊，或者是压缩背心，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改善就是泛自闭症的人的一些过度感官刺激的一个症状，所以也是可以缓和那样子的一个过度刺激哦。最后我们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提供的4种生活小妙方来帮助我们减缓焦虑。第一个呢，就是减少加工品，还要减少人工添加糖。第二个呢，就是把进食的时间缩短成6到8个小时，例如说像早上11点到晚上7点左右这样子的时间来进食。那第3个呢，就是每天练习至少5分钟的正念练习。那第4个呢，就是使用加重毯子。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又或者是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呢？欢迎留言哦，我们下次见。